恭送皇后娘娘。你的脸是怎么了？啊，是奴婢自己做错了事情。飞文，别浇花了，去把这个月的份例拿来。是。哎，飞文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姑姑，浣碧姑娘吩咐我去内务府拿份例。是吗？我也要去呢，一起吧。嗯。礼部给公主定了3个封号，你喜欢哪个？礼部自然是挑好的字眼来凑，都是一样的。公主性子沉静，倒是鸿雁只怕是个顽皮的。朕倒觉得皇子活泼开朗些好。红石总是老气横秋，见了朕就像老鼠见了猫。皇上自己要做严父，不怪孩子害怕。朕答应你，在他们面前只做慈父。你也正经想想，咱们的公主择个名号才是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公主的封号便叫灵犀，可好？灵犀，灵犀，朕与你10年来心有灵犀，咱们的女儿就是灵犀公主。皇上，小主，阿哥和公主到了该喂奶的时候了，乳母要抱出去了。好。是。这丫头跟了你许多年，倒是长得与你有几分相似了。这话从前皇上就说过，说浣碧的眼睛长得像臣妾。从前浣碧只是有几分姿色罢了，纵使眼睛像你，也是个只知传红着绿的丫头。如今年岁大了，在气韵上，倒与你有几分相似。皇上今日是怎么了？对着臣妾的一个侍女这样称赞，美得叫人笑话。做额娘的人了，反而小气起来。浣碧若不是你的近身侍女，朕还未必肯说这几句话。不过是看见浣碧想起龙月来，那孩子越来越大，样子倒有些像你。等龙月再长大些，朕就让他回来，不叫你们母女分离。龙月喜欢这个小兔子吗？额娘，我想要小老虎。哎呀，小老虎太难捡了，额娘不会呀。额娘都会，额娘什么都会。好，为了我家龙月，额娘什么都会，小老虎也学着捡。给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贵妃娘娘说，前几日没有得空，今日正赶上天气好，想要娘娘到永寿宫去一聚呢。好，你先去吧，我即刻就去。是。娘娘，要带着公主过去吗？龙月，你在这里等着额娘，额娘去就来。赶快哄公主睡午觉，我去就回来。是。静妃来了。贵妃娘娘，姐姐坐。
今日难得有空，咱们姐妹好好说说话吧。贵妃娘娘喜得龙凤双子，要应付宫里的礼仪琐事，只恨不能分身，我哪敢前来打扰呢？姐姐如今都称我娘娘了，看来真是要生分了。纵然是妹妹客气，到底是尊卑有别。继华贵妃之后，妹妹任贵妃之位，实在是实至名归的呀。若论起品德资历来，难道姐姐就做不得贵妃吗？贵妃也不都是一样的。我记得妹妹离宫之后，皇上有一次提起妹妹，还大赞在御花园中初遇妹妹的景象。他赞妹妹莞尔一笑，嫣然无方。这些年，皇上对妹妹是念念不忘啊。年轻的时候，谁不是容色倾城？只是红颜弹指老，不过是眼睁睁看着君恩如流水，匆匆不回头而已。后宫中的女人，过得好，过得不好，都是如此一生罢了。好在皇上心里是有妹妹的。姐姐一向慧智，又对世事洞若观火。既然明知皇上对我不薄，姐姐又为何要与我作对呢？你已经知道了。锦汐与苏培盛一事，便是姐姐告诉皇后的。他们都是谨慎的人，唯一的破绽便是那枚柳叶核心的璎珞，曾被姐姐看出是锦汐的手艺。当日在场之人，除了我，唯有你和眉庄。而那段时日，姐姐曾出入景仁宫次数不少。贵妃娘娘冰雪聪明，既然已经知道，何苦又来问我呢？你知道也好，省得我终日悬心，寝食难安。这次是我害你，终是我对你不忠。姐姐不争圣宠，又甚少与人交恶。当年华妃独大时，亦可忍辱保身。今日种种，不过是想留住龙月在身边。若无龙月，我这后半生怕无半点欢愉了。妹妹，你自服是皇上圣宠尤渥，哪里知道我这深宫寂寞的感觉？你知道吗？我宫里一共有326块砖石，可是这每一块我都抚摸过无数遍了，其中还有31块已经出现了细碎的裂纹。否则，我将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呢？其实，我早就知道，我不过是皇上制衡华妃的一枚棋子罢了。这些话，姐姐从没说过。那时候你把龙月托付给我，我一则是为有个依靠，二则是想打发这长夜寂寞。可是这些年，我一直将龙月视为我亲生骨肉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回来，你还能回来？姐姐可知，姐姐来往景仁宫之事，并非我自己探知，而是皇后故意透露此事。若皇后真为姐姐好，自然不会让任何人知晓。可消息却平白无故地传到了我这里，姐姐细想便是。皇后是故意让你知道的，她想让我们互相残杀。妹妹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不是真的要害你，我只是想让龙月在我身边再多几年，几年而已。我答应过皇后，只干这一次，为这一次。可是就这样，
我还是掉入皇后的鼓掌之中。无论是借你的手扳倒我，还是借我的手扳倒你，对于皇后而言，都是有益无害的。姐姐未必没有想得周全，只是为了龙月，才不得不冒险行事。慈母之心，真可叫人盲了眼睛，蒙了心智。除了你，便是皇后。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事已至此，我无话可说，悉听贵妃娘娘处置。那么就请姐姐替我抚育胧月，直至公主出嫁。可是胧月是你亲生骨肉，你怎么肯？红颜与灵犀已叫我自顾不暇，而胧月却视你为生母。我若强行把她养在身边，那才是真正断了我与她的母女情分。有妹妹这一句话，我当拼全力爱护胧月。姐姐对胧月拼尽全力，即便我这个生母也自叹不如。姐姐能替我抚育胧月，等于在帮我保全这3个孩子。谢谢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熹妃钮祜禄氏批招淑惠，敬慎持恭，养成皇太后慈誉，晋为熹贵妃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此为贵妃之金册金宝，请娘娘敬受。谢皇上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福金安。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怎么来了？朕等不及要见你，与其在景仁宫苦等，不如和你一起同去。今日圣礼，愈发不能失了礼数。皇上请上轿辇，臣妾随行就是。嬛嬛时时不忘却辇之德吗？从前不敢忘的，如今更不敢忘。当日温泉新浴，你也是和朕说这般的话。皇上还记得？朕永志不忘。熹贵妃钮祜禄氏得天所授，承诏内为，望今后修德自持，和睦恭维，勤谨奉上，绵延后嗣。承教于皇后，不胜欣喜。熹贵妃聪颖明慧，善识大体。皇后的身子一直不大好，也该好好将息。朕打算将协理6宫之权交予熹贵妃，宫中所事皆由她来打理。皇后以为如何？那自然是好的，只是臣妾虽然身体有些不适，可熹贵妃也要照料一双儿女。不日，胧月公主也要接到永寿宫抚养，只怕熹贵妃会忙不过来，百上加斤。朕和熹贵妃商量过了，觉得胧月由静妃抚养甚好，不必再挪动了。红艳和灵犀就由乳母照料，熹贵妃费不了多少功夫。倒是臣妾多虑了。只不过熹贵妃头次料理后宫之事，
这些事说多不多，说小也不小，不免有些吃力。不如皇后娘娘所言极是。臣妾到底年轻，不如诸位姐姐阅历丰富。端妃姐姐最早入宫，静妃姐姐曾协助皇后料理后宫多年，臣妾很愿意向两位姐姐讨教问询。你肯如此想，就最好了。皇后还有什么要叮嘱熹贵妃的吗？熹贵妃，以后你是妃嫔之首，既要勤勉于宫闱之事，也要好好的侍奉皇上，给皇上再添几位皇子。臣妾是皇后一手调教，绝不辜负皇后期望。跪久了膝盖疼，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好好的用你的熹贵妃金宝，如今她可不是一块冷冰冰的金疙瘩了。臣妾要去更衣，就请皇上。给小主润润手，这是上好的玫瑰栀子，用完之后手又香又嫩。红颜和灵犀呢？乳母抱去喂奶了。娘娘，这贺礼实在是太多了，一时半会儿还真挑不出来。你眼光好，只挑你看得上眼的告诉我。这靖康君王府送来的，是一副12把的泥金真丝削米竹扇。骑就骑在那竹骨，触手生凉，跟玉似的。啊，还有这个，沛国公府送来的文溪辟毒块。虽说银块也能测毒，可远没有这个稀罕。用毒之人最狠毒无比，防不胜防。到底是沛国公有心思。哎，可是沛国公孟家。是啊。他家的小姐孟静娴，原是要指给17爷的那一位，也不知出嫁了没有。哦，还没呢。孟小姐一心思慕17爷，至今都不愿出阁，都成老姑娘了。以为等成老姑娘便能驾驭17爷了吗？天下仰慕王爷的女子那么多，恐怕王爷连她的眉毛鼻子都没看清过吧？你何必动这么大的气？说话也忒刻薄了。奴婢就是看不惯他这副样子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等着17爷似的，叫王爷难堪。这贺礼送来送去就这些东西，把那些寻常玩意儿收起来，留着赏人。别的也就算了，这果郡王府送来的珊瑚手串，奴婢瞧着真是精致的不得了。掌上珊瑚连不得，却叫一座上阳花。小主，左右皇上今晚宿在静妃那儿。梅姐姐身子不舒服，咱们去看看她吧。
熹贵妃吉祥。停轿。您贵人同安。贵人好雅兴，出来散心呢？出来逛一逛，等下回去抱我的团蓉休息便了。贵人的团蓉极是可爱，不知长大了些没有？娘娘若有兴致，不如移步去嫔妾的春喜殿坐坐。不知娘娘肯不肯赏脸？但娘娘动辄无数人跟着，只怕把嫔妾的团蓉给吓得不敢吭声了。娘娘知道，团蓉最妙的便是她的叫声。今晚夜色如醉，若不趁兴同游，当真是辜负了。浣碧，来扶我。难得贵人相邀，那本宫就去贵人处坐坐吧。你们都不许跟着。你要干什么？娘娘别小瞧这把匕首，嫔妾曾被一只不知好歹的豹子所伤，嫔妾便偷偷潜入那豹院，割断那豹子的喉管。碧姑娘若不小心叫出来，嫔妾手中的匕首也会不小心割断熹贵妃的喉咙。何必吓唬浣碧？你把本宫骗到此处，又许浣碧跟着，自然是有万全之策。娘娘好聪明，所以嫔妾即使在这里失手杀了娘娘和您的侍女，前头便是交鲁馆，我大可推到祺贵人身上。反正祺贵人想杀娘娘的心不是一日两日了，嫔妾大可成全他。难道宁贵人与本宫不是结怨已久吗？否则何必让团蓉引来那么多猫，来要本宫和腹中孩儿的性命？既然娘娘一早猜到，还能隐忍嫔妾这么久吗？本宫也不想为难你一片痴心。你已是皇上的宠妃，若因果郡王而杀了本宫，未免太不值了。你知道了。贵人爱合欢花愉悦自己的性命，且有人告诉本宫，昔年你孤苦垂死之际，是他请了太医来救你。可他若知道自己救了个蛇蝎女子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难为王爷昔日救你，你竟如此狠毒，你也配喜欢王爷吗？怎么方才你家小主说我害他之时，你不曾激怒？说起王爷，你便如此情急？你妖孽！我是妖孽？那熹贵妃岂不成了妖孽之首了？既有甘露寺的缘分，何必得陇望蜀，师妹重回皇上身边？难道在娘娘心中，天家富贵就真的胜过于王爷的一片清心吗？我自认识王爷，只知他是天底下最英勇潇洒的男子，从未见他如此受挫，潦倒憔悴。娘娘自回宫那时起，我就开始疑心，直到那一日中秋佳宴，那日偷听的人是你。哼，是我又怎样？你觉得我不配喜欢王爷，对吗？但你熹贵妃更不配。我若杀了你，只是这天底下又少了一个负心的人罢了。我家小主要是有什么差池的话，你便是要了王爷的命。这些年来，只有王爷对我最好，所以一切让他伤心的人都该死。你若不容我，只怕也伤了他。不是我不容你，是天下不容负心之人。你可怎知？有时这富比不富，要艰辛多了。哪儿来的？这是哪儿来的？这珊瑚手串，曾是数年前王爷从南海求得的心爱之物，从不示人，为何到你手上？这话
你应该问这手串的主人。王爷，你又不欠他的，为什么对他如此放不下？罢了，王爷既然把心都掏给了你，你若还有稍许良心，就该日日自责。王爷对我的那点好，在你看来，或许根本不算什么，但于我，已是这毕生不可得的温暖。我今日就放你走，就算报答王爷新年之恩吧。真是个疯子！罢了，宁贵人，你是知情知性之人。熹贵妃真是好福气呀！一对龙凤胎算是保了她一世的荣华富贵。生下来算什么本事？养得大才算本事。齐妹妹这话说得好轻巧。当然轻巧了。安嫔姐姐不详，惠嫔怀着胎都忌讳着您。要是有您去熹贵妃宫里多晃晃，熹贵妃的孩子还活得了吗？都闭嘴！一个一个嘴上功夫了得，却哄不住皇上。齐贵人，你解了禁足后，却再不得皇上的宠爱啊！安嫔，你被天象所困那么久，却毫无自救之力，一个一个帮不了本宫，还要起内讧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好好用些心吧，否则这后宫便是他甄嬛的了。贱货，跟我争高低！安嫔，你这样卑微的身份，跟我平起平坐那么久，我也算是忍够了。哼！小主，安神汤炖好了，您喝了睡吧。二小姐，给娘娘请安。玉娆，给姐姐看看。一别数年，如今相见是高兴事儿，长姐怎么反而哭了呢？碧姐姐，二小姐长高了不少呢。皇上为娘娘高兴，特意请娘娘的家人入宫来相见。皇上还说了，请二小姐安心的在宫里住下，只当陪娘娘。怎不见本宫父母呢？他们可也来了？啊，老大人还在京中养病呢。皇上已下旨召夫人入京，为着叫娘娘宽心，二小姐日夜兼程的先过来了。想必不多几日，老大人和夫人也能在京中相聚了。皇上的心意，本宫心领了。只是本宫家父仍是罪臣，皇上虽开恩召了2位老人家回来，可又有什么意义？倒叫他们奔波劳碌。皇上虽未让老大人官复原职，却已叫人修缮了娘娘家从前的宅子，好让老大人和夫人能留在京里颐养天年呐。本宫明白，明日自会前去谢恩，你且退下吧。是。哦，还有一桩事，
石七爷说，娘娘册封之喜，旁的东西也就罢了，只把宁回堂内所有的合欢花都赠与娘娘。王爷说，合欢花最能安五脏和心智，娘娘日后折来赏玩也好，熬粥补身也好，总不辜负了就是。王爷的心意，本宫心领了。你替本宫谢过王爷。哎，这位王爷心思倒也别致，不似寻常俗物，只懂送些金啊玉啊的。哈，二小姐头一日入宫，不知道咱们十七爷心思奇绝的地方多了去了。娘娘方才没回来，奴婢已经差人把宫中的永宝堂打扫出来，给二小姐居住了。也好，都别站着了，快进屋吧。啊，那奴才先告退了。皇上昨夜批了一夜的折子，太辛苦了。熹贵妃忙于照顾一对儿女，不便服侍皇上。后宫还有许多年轻的妃嫔都很好，皇上也可以经常走一走。朕听说，安嫔吃伤了东西，嗓子已然倒了，恐怕再也不能唱了，真是可惜。原不过是着了风寒，将养几日便好。谁知药吃下去反而伤了喉咙，只怕以后连话都不能好好说了。那就让他好好歇息吧。朕倒是有日子没去惠嫔那儿了。如今嬛嬛已经生育，就等着眉庄的好消息了。姐姐。是谁？姐姐。落轿。落轿。熹贵妃金安，数月不见，姐姐不记得玲珑了吗？倒不是不记得，只是见妹妹身子如此单弱，想必心寒尤胜天寒。玲珑见惯了世态炎凉，习惯了人心清贱，不怕心寒。皇上令妹妹静养避世，以免招惹事端。怎么，妹妹倒出来了？旁人嫌我不祥，姐姐却最清楚我是否不祥，哪里不祥？本宫不过一句闲话，安妹妹怎么就说自己是不祥之身了？这般自轻自贱，当真是叫本宫伤心。且既然不便出门，为何还装了这么多心思在心里？妹妹今日如此境地，安知不是素日操心太过？姐姐本知我是轻贱之人，世上贵人之多，难免将我更轻贱些。玲珑只能自强。自强当然好，只是别用错心机，罔顾性命就好。人心不足，机关算尽，往往过分自强，变成了自戕。如今在宫中，论谁能强过姐姐呢？也没有比玲珑更无用无依的人了。姐姐是最有福气之人，玲珑只有沾沾姐姐的福气，便能化险为夷。有了姐姐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借妹妹吉言，本宫自然记得，妹妹对本宫是何等姐妹情深，必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绝不辜负。妹妹也是如此。听他这声音，这把嗓子是真的废了。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。小主，现在他已失宠了，我们正好无声无息地了结了他。在宫中，死是最好的解脱。他深受皇宠多年，又性子要强，如今他失宠受辱，当真比死还叫他难受百倍。奴婢明白了，奴婢一定会指挥各宫娘娘、小主，让他们好好关照安嫔。
我们也是为安平你好，连皇上都说你晦气。我们姐妹特意去宝华殿给你求了符纸和符水来驱邪。哎，多贴点啊，被子跟柜子都别忘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别撒了，别撒了！你们都疯了吗？娘娘就算不降，也轮不到你们来延禧宫吵闹。安平不降，连累后宫，自然人人都可以管。符纸不烧，又怎么会有效呢？快烧吧！小主，甄嫔和康常在果然去延禧宫闹上了。皇后知道了吗？大约是知道了，但是皇后却没有过问。别理她，日后还有的闹呢。小主，煤炭火了，您先抱个汤婆子暖暖吧。只有那点热水了，还要用来喝水洗脸，哪能用来抱汤婆子？又下了几场大雪，天气越来越冷了。能盖的被子奴婢都给您盖上了，若是没有地笼，可真要冻死了。咱们若是冻死在这儿，可有人知道？小主，安嫔娘娘近来可好？我和甄嫔惦记着您呢。你们又来做什么？姐妹一场，知道安嫔你煤炭过冬，特意给你送来，拿上来吧。点上吧。煤炭火，这冰天雪地的，可怎么熬过去啊？只一点，安嫔你得明白，今时不同往日。我们姐妹也没什么好炭能送的，您就将就着用吧。别点了，别点了，呛死人了！快点上，不点怎么能暖和？本宫以延禧宫主位的身份，命你们退出延禧宫，不得在这里胡闹。你还以为自己是得宠的安嫔呢？省了吧！你现在的日子过得连我的宫女都不如，少拿着鸡毛当令箭，闹什么？太后卧病，需要静养，谁敢在这胡闹？皇后娘娘听说了延禧宫的事，特地叫奴婢传来口谕：延禧宫的宫女不能护主，罚俸1个月。康常在甄嫔身边的人，不能劝诫小主雪天胡闹，罚俸3个月。是。哼，快带着走。小主安心吧，娘娘虽然也在困顿之中，可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主。这不，让奴婢带来了棉被和炭火，小主也好安心过冬了呀。多谢娘娘恩典，宝雀，收下吧。是。小主自打嗓子坏了以后，皇上可就再没提起你呢。小主也该想个新的出路啊。娘娘，都好了吗？都好了。锦上添花有什么意思？雪中送炭才让人记得好处呢。奴婢把该讲的话都讲给安嫔听了，但愿她能受教。一个人只有到了绝境，才懂得反抗，才懂得义无反顾。本宫让你教他，是成全他。反正祺贵人已经下手了，安嫔的嗓子也很难再好了。本宫就干脆让他全坏了吧。连宁贵人的鹦鹉都懂得吟诗了，他也该想想别的出路了。娘娘圣明。这是太医院为小主所制的鲜润膏，小主就算瘦下来了，皮肉也不能松了。腰上多抹一点儿。小主，涂好了。宝娟，你去帮我。小主，
小主，你怎么了？小主，小主！安平在延禧宫晕倒了。太医去瞧了吗？去瞧过了，可是走到门口，安平却硬是不让进去瞧。听去请太医的小宫女说，安平是节食过度晕倒的。她好好的节食做什么？听说那安平自失宠以来，便日日在无人之处偷偷的苦练冰溪。安陵容也算有心，竟想到以此来争宠。历代大清皇帝都对冰溪青睐有加，年年都要举办冰溪演出。钦定冰溪、摔跤、满语、骑射为大清国俗。听说先帝的御前侍卫中就有通过苦练冰溪而平步青云的。娘娘此番预备如何应对？根本就不用应对，她这是自寻死路。自寻死路？奴婢愚昧。那冰溪若无童子功的功底，必然不成；而冰上起舞，则要求舞者身段轻盈，柔若无骨，这更非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。安陵容虽然纤弱，但数年养尊处优下来，怎还有轻盈之态？难怪要出节食这一招了。娘娘所言极是。节食既损容貌，又不能立刻见效，想来她现在也是心急如焚吧？其实倒也有立竿见影的法子。若是有人告诉她，她必定如获至宝。那可万万不能让她知晓此法。咱还偏得让她知道。昔年赵飞燕得宠于汉成帝，身段轻盈，能做掌上舞，便是服用了药物鸡西丸的功效。把此物塞到肚脐眼里，融化到体内，可使肌肤胜雪，身量轻盈，容貌格外光彩照人。只不过有一味麝香在里头。麝香一味可是大损女子躯体的，不仅会使女子不孕，就算是怀了孕的，也会使腹中胎儿早早的夭折。那安嫔是最懂香疗之人，此法恐怕瞒不过她。我知道瞒不过她，我也不想瞒她，用不用全在于她。不过奴婢倒是听说，以杨花煮汤洗涤，可以解麝香的阴毒。不知道安嫔会不会也知道此法？若真有此神效，昔年飞燕何得掌握天下大权？怎么煮尽天下杨花，也不见她有生育呢？叫她知道也好，只当杨花有效，用起来更肆无忌惮了。西鸡丸拿去给安嫔了吗？安嫔看见，二话不说就用了。她倒听话。听说娘娘还没赏她，她自己就已经悄悄向太医院求了。看来她倒真的不想要孩子。那不正好吗？省得咱们费手脚了。是啊，没孩子的人，本宫用着安心。这药丸功效显著，小主这些日子确实纤瘦了不少。只是这药太厉害了，奴婢担心。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明儿就是除夕了，我知道它里头的麝香含量有多少。奴婢泡了一锅杨花汤，娘娘快去泡着吧。反正这些年喝下的各类汤药也不少，泡不泡都一样。小主一直没能怀上皇上的孩子，看来您得想想办法。受制于人，连怀孩子都不能自己拿主意，你知道我有多恨吗？可是宝娟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不得不听皇后的。
去年冰溪才好看，那出哪吒闹海极得本宫欢心。太祖皇帝就善于走兵，他带人出战，走兵比马队还快。听说皇上当年还是4王爷的时候，年年兵上比骑射都能拿到好彩头。当日朕与你也是结缘于梅花，皇上还记得？香中别有韵，清极不知寒。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皇上可还记得姐姐刚入府时，常吟这首诗啊？想不到纯元皇后也和臣妾一样欣赏梅花孤洁之姿。纯元与你同是性情纯净之人。皇上万福。你的嗓子还没好吗？臣妾吃伤了东西，恐怕是不能好了。身子还没好，就穿得这样单薄，手都冰凉了。苏培盛，去朕的貂裘来。
天寒地冻，不要冻坏了身子。可惜了，你的嗓子。失之冬雨，收之桑榆。安嫔虽然损了嗓子，可方才冰上一舞，真是赛过飞燕呢。本宫看安嫔称得上为“冰上飞燕”4个字。臣妾想起，当年熹贵妃跳的惊鸿舞，也是恍若天人呢。当日熹贵妃做惊鸿一舞，爱妃亦是翩然生姿，各有千秋，是朕的福气。臣妾怎敢与熹贵妃娘娘并肩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。朕忘了问了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臣妾实在思念皇上，想着能远远看一眼皇上便心满意足了。臣妾无福伺候皇上，今日能为皇上一舞，已是三生有幸。既是不宜出门之人，无以避，还请皇上降罪，臣妾自甘领受。好了好了，留在朕身边过年吧。熹贵妃已经安然生下皇子，只是蓉儿，惠嫔生产之前，你别去她的碎玉轩。臣妾谨遵圣意，只是臣妾与惠嫔姐姐情同姐妹，却不能亲自去照佛，实在心中有愧。狐媚！这些日子，皇上一直宠着安嫔。再这样下去，封妃也是指日可待。也真难为了她。容貌呢，不是一等一的出挑，还是那样的家庭，又没有子嗣，竟也熬到今天这位分。她不就是一味的装可怜吗？偏偏皇上又是这样喜欢的不得了。不只是皇上，换做天下男人，个个都喜欢的不得了。小主这镯子一直收着，怎么今儿取出来了？这东西还是原来皇上赏的。如今这样的好东西已经少见了。等一下你亲自拿去延禧宫，送给他吧。如今上贡的翡翠一年不如一年了，小主却让奴婢拿去送给他，奴婢只可惜了这么好的翡翠。什么可惜不可惜的，也说给朕听听。皇上万福金安，外头的奴才好不懂事，皇上来了也不通传一声。朕怕你在午睡，就没吵你。没想到你们主仆正在说悄悄话，快起来吧。臣妾正在让浣碧找东西呢。皇上瞧瞧好不好？这仿佛是朕上回赏你的东西，你一向不舍得带，好好的寻它出来做什么？正因为臣妾不舍得带，才要拿出来去送给安妹妹。连浣碧都说，这样好的翡翠若不配美人，放着也可惜了。皇后也赏了不少东西，光内务府封的东西也够丰厚的了。安妹妹的东西丰厚是一回事，臣妾的心意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只是要拿着皇上赏的东西去借花献佛了，还得要问问皇上依不依呢。朕倒瞧着，最近你手上多了个珊瑚手串，倒是挺好看的。珊瑚原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，只是安妹妹喜欢翡翠，臣妾才投其所好。皇上倒替安妹妹念着臣妾旁的东西了。蓉儿出身不高，胆子又小，宫里不喜欢她的嫔妃多了去了，唯独你这么多年与她情同姐妹，实在难得。嬛嬛，有件事，朕有些为难。
嬛嬛未必能为四郎解忧，可是很愿意听一听。是你父母，恐怕不能很快入宫来看你。为什么？瓜尔佳氏联络群臣反对，上谏说朕因宠失政。其实皇上未必不知道，当年臣妾母家之事大有莫须有的嫌疑。而且皇上也要为鸿雁的将来考虑，总不能让他的外祖父永远是罪臣。皇上能否考虑重查当年之事？祺贵人在宫里并无什么大错，瓜尔佳氏一族也暂时无隙可查。若贸然翻查过去之事，只会让朝廷动摇不安。臣妾可以等。贵妃嫂嫂，天气还凉，贝勒怎么穿得那么单薄？该加些衣裳才是。多谢贵妃嫂子关照。刚才在寿康宫给太后请安的时候，太后也提醒了我，只是我觉得太过保暖会让人意志软弱，故而选择了单薄些的衣服来穿。长姐叫我好找，再不回去鸿雁可要哭了呢。这位小主未曾见过，不知是……难不成略平头整脸些的都要嫁给皇上吗？我偏不是。什么嫁不嫁？女孩子嘴里竟没半句遮掩。贝勒不必见外，这是我娘家小妹，小妹不轻易出来走动，难怪贝勒觉得眼生。小妹从小长在边远之地，实在不懂规矩，还请贝勒不要见笑。还不见过沈贝勒。难怪王爷错认了我。想来这宫中略有姿色的，都是受皇上雨露恩惠的人，已知王爷如此猜想。玉娆越来越放肆了。姑娘如此心高气傲，连皇兄富贵也视作无物，看来唯有17个的盛名，才能入姑娘的眼了。怎么，唯有皇室公卿的男子才是好的吗？我宁愿嫁与匹夫草草一生，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。失礼，是我小看了姑娘。小妹素来口无遮拦，并非存心刁蛮，还请王爷莫要见怪。走吧，姐姐，走。你今儿是怎么了？怎么心里有什么事儿，老兜着笑不出来似的？我哪里想笑了？你有什么事儿还想骗我？哎，别藏了，跟你17哥说说。看到一个姑娘，脾气大得很，而且啊，很瞧不上咱们。哼，咱们有什么好啊？不过就是出身皇家，保不齐还兄弟相残，被削了爵位的大有人在，没有什么可羡慕的。17哥，别说这些丧气话，走，咱们赛马去。走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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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娘娘，温太医来请平安脉了，快请进来吧。微臣给娘娘请安。不必多礼。梅姐姐胎气如何？惠嫔不出半月就要临盆了，数月来她静心养胎，胎气甚稳。虽然每每都听你说一样的话，但每听一次，心里的安稳便多了一分。这些年，多少故人都去了，幸好还有你们在身边。是啊，幸好要紧的故人都还在。啊，对了，甄伯父的病已经见好转了，微臣得空去看看他，您放心吧。本宫出入宫禁不方便，父亲那边还得劳烦你。惠嫔平安生产之后，
微臣会多去看看甄伯父的。长姐，二小姐跑得好快啊，当心摔着。里面锦溪会照顾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小允子在陪鸿雁玩纸鹤，姐姐要不要去看？可好玩了。你自己去看吧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苏公公，娘娘，皇上说午后请娘娘一同前往阿哥所探视6阿哥。知道了，还劳烦苏公公跑一趟。娘娘客气了。哎，毕姑娘不在，幸好，否则她听了可要心疼了。娘娘您是知道的，石七爷自入春以来身体就不大好，时常发烧，经太医诊断说是寒气侵体呀。谁知道昨儿午后跟慎贝勒去驰马，那马发了性，把王爷给摔了下来。啊，摔的倒是不重，只是半夜里身子又滚烫了起来。哎，奴才得赶紧去回禀太后一声，也好叫太后安心呢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没人来告诉本宫一声呢？娘娘忙于理会6宫之事，这种事怎么好来惊扰娘娘呢？何况王府之事，自有皇后娘娘打理呢。哦，是，本宫是想着皇后娘娘身子才好，还要照顾太后那边，所以才多嘴问了一句。娘娘得会6宫，自然也关心王府的事。就算娘娘自个儿不上心，也得为了毕姑娘过问1、2嘛。你赶紧去吧。哎，奴才告退。玉娆，我身子乏了，你去和鸿雁、灵犀玩吧。嗯。劳烦你一次，可以吗？不是你去瞧过，我总是不安心。你还是放不下吗？他当年寒气侵体也是为了我，我欠他太多了。只当请你帮我还一点吧。你担心他的身子，去瞧瞧他吧。我做不到的事情，你去也好，总会多一个人安心。真的，只是奴婢应该怎么出去？你去告诉苏培盛一声，他会成全你的。去吧。小主有什么话需要奴婢带给王爷的吗？我没有别的话，你去吧。阿进，王爷醒了，快点拿茶来。王爷，您醒了。王爷，是皇上让你来的吗？不，
是我求着苏公公让我来的。多谢这些日子你对我的照顾。宫里还有事儿，你去帮环儿吧，她一个人也不方便。不急，宫里还有锦溪嘛。王爷身子不适，要是我没有把王爷照顾好，谁都不会安心的，那我就白出宫一趟了。随你吧。皇上这些天怎么没往后宫里来呀？前朝事情太多，加上要设军机处，皇上忙不过来。难怪呢。皇后这几天倒看着有些精神了。我听说齐贵人从外头请了个姑子进来讲经。怎么，宝华殿的法师不好吗？奴婢听说，齐贵人总说自己身上不舒服。又说总见着那几个宝华殿的师傅，看着就心烦。左不过是请了国司里的师傅来讲经吧。这些奴婢本该好好留意的。奴婢觉得这件子这样就好了。只是今儿一大早，皇后就把奴婢派去给那些新来的宫女教规矩，谁知忙了一天呢，实在没顾上。罢了。对了，苏培盛今儿来说，王爷的体热退了。但还需要静养几天。又说，浣碧姑娘大概还要再留侍几天才行。有时，我还真有些羡慕浣碧。姐姐是羡慕浣碧能出宫吗？我瞧这永寿宫虽大，但是望出去的天四四方方的，总不及宫外自由。是啊，我羡慕浣碧时常能出去逛逛。姐姐别以为我贪玩，我是心甘情愿留在这儿陪你的。哎，这凤仙花是花房培育出来的新种，叫醉胭脂，染在指甲上可好看了。也难得他们春日里就育出来，姐姐用着多好啊！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皇后娘娘，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。什么事啊？事关紧要，娘娘问皇后就是，奴才不便回答。备轿。王爷的病才好，小心又惹了风寒。多谢。王爷要是谢我，那就是见外了。你看那天上的风筝，看着飞得那么高，其实只有游丝一线牵着，多不牢靠啊！原来王爷喜欢看风筝。不，我是觉得环儿现在的处境，就像那风筝。浣碧，我已经好了，你回宫帮环儿吧。王爷不必担心，娘娘有皇上，有皇上的孩子，她什么都不怕。齐贵人，你一定要向本宫告发熹贵妃，还要本宫请来后宫众人，到底所为何事啊？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宫规森严，齐贵人不得信口雌黄。臣妾若有半句虚言，便叫五雷轰顶，永不超生。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毒誓呢。生死之事谁又能知啊？以此虚妄之事赌誓，可见齐贵人不是真心的了。臣妾以冠儿家世一族起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全族无后而终。你既说熹贵妃私通，那奸夫是谁呀？太医温实初。温实初是熹贵妃的心腹，日日都要把脉的。若说日久生情，也是难怪。更何况我听说熹贵妃初入宫时卧病许久，当时就是温太医诊断的。康常在好记性，
原来孽情深重，始于当日。两位妹妹怎么能如此揣测？熹贵妃入宫病重，由温太医诊治，乃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温太医医术高明不说，与姐姐母家素日也有交情，入宫之后互相照应，也是应当的。怎么会有私通一说？如此说来，竟是青梅竹马了。看来齐贵人所说的，倒也不是全无道理。你们几个七嘴八舌、胡言乱语，有何证据吗？臣妾当然有凭证。熹贵妃入宫前，温实初还曾上门提亲。把陈思家的带上来。齐贵人，你先坐下。是。奴婢给皇后请安。抬起头来说话。冰儿，你是冰儿？熹贵妃还认得她，她是我娘家府里陈四的媳妇。当年甄府获罪，所有奴仆全部充公变卖，要不是我家买了她，给她口饭吃，现在早就饿死街头了。冰儿，有什么话起来再说。奴婢不敢。啰嗦什么？我只问你，昔日你在甄府当差，温实初是否曾向甄家大小姐，也就是你眼前这位熹贵妃提亲？皇后面前要大声回话，陈四没给你说规矩吗？选秀半月前，温太医曾上门提亲，不过不是当着老爷夫人面说的，是私下里到熹贵妃面前说的。熹贵妃答应没有啊？没有，熹贵。臣妾以为，如果熹贵妃和温太医有心的话，恐怕今日就不在宫中了。可见熹贵妃心胸坦荡，与温太医并无私情啊。当日熹贵妃是看不上一个小小太医，但若熹贵妃从前并无半点意思，温太医又怎会贸然去提亲？可见是有青梅竹马的情分在的。臣妾不信青梅竹马，只相信缘分天定，百转千回也能相聚，绝非人力可改。齐贵人，本宫素来知道你与熹贵妃结怨已深，但是这口舌一生是非，断不可胡言乱语。如若真像你说的那样，熹贵妃和温太医有私情来往的话，那也要掩人耳目，不被人知道才行啊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事情做多了，总有露马脚的时候。永寿宫的小宫女绯闻就见过几次。绯闻，你什么时候看见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？现在都一五一十的跟本宫说清楚。那日娘娘和温太医说话，里头也没什么人伺候着，奴婢就陪着二小姐进去，谁知奴婢就看见温太医的手拉着娘娘的手。
看来熹贵妃与你的情谊当真是不一般呢。小主，你……熹贵妃与你的情谊当真是不一般呢。小主，你……绯闻，你在宫里这些日子，本宫倒没瞧出你有这份心胸。奴婢伺候娘娘，有什么心胸都牵挂在娘娘身上。但是奴婢在宫里当差，只能对皇上一人尽忠。若有得罪，还请娘娘恕罪。你对皇上尽忠也算得罪本宫的话，岂非要置本宫于不忠不义之地了？容臣妾问他几句话。绯闻，无论今日之事结局如何，你都不能再回永寿宫，再伺候本宫了。只要是在宫里伺候，无论服侍哪位小主，奴婢都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很好，好歹主仆一场，今日你既来揭发本宫的私隐，想必也是知道是最后一遭伺候本宫了，自己分内之事也该做好。我问你，你出了钱，可把正殿紫檀桌上的琉璃花樽给擦拭干净了？已经擦了。胡言乱语！娘娘的紫檀桌上何曾有琉璃花樽？那分明是青玉的。是奴婢记错了，是青玉花樽。看来绯闻的记性不大好啊。唉，难为你了，还能记得温太医袖口上的花纹。奴婢记得是青玉花樽，没错。正殿紫檀桌上从未放过什么琉璃花樽。你伺候本宫，不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，倒日日留心哪位太医的手搭了本宫的手，翻出来的袖口上绣了什么花样。这些情景若是放了旁人，是看都不敢看。为何你连枝叶末节都这般留意？如此居心，实在可疑。奴婢日夜心里只牵挂着这件大事，哪里还留心得了别的事情？想来，若温太医和熹贵妃真有私情，自然是会防着别人的。怎么绯闻回回都能瞧得见，还瞧得那么真切？难道绯闻事事分外留心主子的一言一行？你这丫头，真是，竟敢日日盯着熹贵妃私自窥探。皇后娘娘，臣妾认为此事颇为蹊跷，定是幕后有人主使。这丫头讲的话不能相信，恐怕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呢。臣妾疑惑，祺贵人住在焦炉馆，绯闻是永寿宫的宫女。既然人人皆知祺贵人向来不敬熹贵妃，为何永寿宫的宫女会和祺贵人一起来向皇后揭发此事呢？若真如绯闻所说，万一哪天熹贵妃暗下毒手，那这后宫的秽乱之事就没人再知道了。这样说来，她向祺贵人求助也不是全无道理。臣妾听说念佛的人心肠都好些，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。熹贵妃是在甘露寺为国祈福修行过的人，又得菩萨庇佑产下皇嗣，怎么会有如此淫乱之事呢？佛门清净地本是供人清心静修的，甄嬛生性淫贱，竟在甘露寺修行时大行秽乱之事。贵人，甘露寺乃大清圣寺，贵人如此血口喷人，胡言乱语，就不怕菩萨责罚吗？皇上驾到！
还请皇上做主。传。碧姐姐，石溪爷的病可好些啊？好多了。哎，小主呢？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他？他刚刚被江公公带走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浣碧姑娘在就好了，宁国人让我赶紧来告诉一声，齐贵人他们请了甘露寺的姑子来指证娘娘在宫外有奸情。什么？让姑娘看看到底有什么办法，最好也有甘露寺的人来指证那姑子说的是假话。姐姐怎么会有奸情呢？皇上真是糊涂。要找甘露寺的人，得找莫言。二小姐，我们务必要在宫门下药之前赶回来。好，我和小允子去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免得再出事儿。阿绿，你是宁贵人身边的人，你就到宫门口接应。好，小允子快走。是。哎，这样匆匆忙忙的，出什么事了？别拦着我，姐姐出事了，我要去救人。走。你怎么了？贫尼甘露寺净白见过皇上、皇后娘娘。熹贵妃安好。许久不见，不知熹贵妃还记得古人吗？净白师傅能劳动大驾进宫，想必是挨的板子已经好了。熹贵妃赏的一顿板子，倒是教会了贫尼说实话。但愿如此。净白师傅有什么话赶紧回了，也不耽误师傅清修。是。熹贵妃娘娘初来甘露寺时，素不理睬众人，咱们这些人也只得敬而远之了。那时宫中常有一位年长的姑姑前来探望娘娘，除此之外，便只有一位姓温的太医常来探望的。贫尼有几次经过娘娘的住处，见白日里娘娘的房门有时也掩着，而2个侍女都守在外头。贫尼当时看着深觉不妥，想劝解几句，反倒被娘娘给骂了回来。贫尼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后来未必寺中流言，熹贵妃称病搬离甘露寺，独自携了侍女住在凌云峰。从此之后是否还有往来，贫尼便不得而知了。请问师傅所说的温太医，此刻可在殿中？阿弥陀佛，便是眼前的这一位了。师傅不会认错？甘露寺少有男子往来，温太医频频出入，贫尼断不会认错。皇上，臣妾听得头疼，想回宫休息。师傅在甘露寺修行，有劳贵人垂询。是。修行之人清净，从甘露寺进宫一趟不易。我正有一事想麻烦师傅，我想在甘露寺供奉一盏还愿的海灯，不知供奉几斤为好啊？阿弥陀佛，修行之人怎可轻易踏进红尘之中？贫尼只2年前为宝华殿送过一本手抄的《金刚经》，除此之外便再无踏足。小主得皇上厚爱，本该供个大海灯，只是小主位分只在贵人，每日供个2、3斤就可以了。那就有劳了。皇上，臣妾先告退。皇上，温太医频频探访甘露寺，是否皇上授意呢？若是皇上授意，那么此事倒也情有可原了。皇上，熹贵妃所居之地的确偏僻，但是有浣碧和锦汐2位姑姑为微臣作证，微臣与娘娘的确是清白的呀。温太医当咱们都是傻子吗？谁不知道锦汐和浣碧是熹贵妃的心腹？他们的证词怎么可以作数？温实初与甄嬛自有青梅竹马，入宫后2人眉目传情。待甄嬛出宫后，温实初私下探访，2人暗通款曲。甄嬛在设计搬去凌云峰独居，私相往来，如同做了夫妻一般。一直甄嬛回宫后，2人在大内也不顾廉耻，暗自苟且。
皇上，奴婢在宫中服侍数十年，熹贵妃娘娘并非奴婢服侍的第一位主子，也并非奴婢服侍的时间最长的一位，所以实在无需偏私。奴婢平心静气地说一句公公正正的话：熹贵妃娘娘和温大人绝无私情。你有没有？臣妾没有。皇上，祺贵人和熹贵妃素来积怨甚深，只是找人串供闹些文章罢了。温太医去熹贵妃店里去的勤一些，那是尽他医家的本分。如若这样都被人说闲话，那我们这些都让温太医医治过的嫔妃，岂不都要人人自危了？罢了，朕相信熹贵妃。皇上若真要还熹贵妃一个清白，就该彻查此事，以免日后再有闲话呀。姐姐为皇上生有皇嗣，又在后宫操持大小事宜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皇上一定要彻查此事，也好让姐姐免受闲言碎语的困扰。这会子倒顾忌着姐妹情深了。熹贵妃当年在甘露寺，也不见她遣人去问候一声，倒是劳烦人家温太医了。熹贵妃是有孕回宫，即在外头有孕，皇上不便时时去看望熹贵妃。按静白师傅所说，倒是温太医来往频繁。那么熹贵妃这胎，祺贵人言下之意是说皇子和公主并非龙裔。事关江山社稷，祺贵人怎么可以胡乱揣测？皇上，万万不能听祺贵人的揣测呀！皇上，祺贵人揣测之事尚无确凿依据，你们素日就爱人云亦云，本宫不许你们到处乱嚼舌根。人云亦云，你是说祺贵人揣测之事，宫中早有议论了？宫中女子常日无事，往往捕风捉影，以讹传讹，皇上不必放在心上。以讹传讹？那你告诉朕是什么讹传？若真有，唯恐后宫不乱的厥词，你作为后宫之首，为何不早点平息，安定宫闱呢？熹贵妃有孕入宫，继而早产，人人都说熹贵妃双生子，来路不明，并非皇上血脉。这等谣传无人倾听，所以臣妾并未轻易相信呢。熹贵妃的早产乃是夜猫冲撞，谁能预料？再说熹贵妃的身子本来就虚弱，龙月也是8个月所生，可见传言不真。臣妾也是如此认为啊。宫中野猫为何无缘无故会去扑人，又不偏不倚地扑在熹贵妃的轿子上？若是旁人有意陷害，为何熹贵妃事后并不追究，更不置一词？除非这根本就是熹贵妃妊娠之气道，为掩人耳目所寻的借口。奴婢也正奇怪呢，娘娘生产那日，温太医趁娘娘还没有疼晕过去，就问什么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。奴婢正纳闷呢，这事儿本该皇上和太后过问，怎么倒问起娘娘来了？奴婢还听见什么数十年的情分，死心不死心的话。皇后乃6宫之主，敢问皇后，妃嫔私通，罪当如何？皇上，请体念熹贵妃是6阿哥的额娘，皇上就从轻发落吧。熹贵妃宫外得子而回，本就叫人疑虑。当时跟在熹贵妃身边的就只有锦汐和浣碧2人。依臣妾之见，唯有重刑拷打，必有收获。大胆！重刑之下必多冤狱，岂有滥用重刑以得正供的？皇上、皇后娘娘，为今之计，唯有重刑拷打锦汐、浣碧，再不然也只得委屈熹贵妃和温太医了。人是见皮见肉，不用刑如何肯招？若真能把慎刑司72道刑罚一一受辩，还不改口，那就有几分可信了。哎呦，真要把慎刑司72道刑罚都受遍了，不死也成了残废了。即便是还人清白，又有何用呢？皇上，为保娘娘清白，
奴婢愿承受任何刑罚，只是熹贵妃娘娘千金贵体，不能无人照拂，还请皇上免于浣碧姑娘刑罚。姐姐，玲珑知道姐姐心疼浣碧和锦溪，只是倘若他们不受刑的话，只怕姐姐也为难。纵使心疼，也只能先忍一忍。只是这浣碧姑娘日日跟着姐姐，怎么今日她不见了？是七爷病了好些日子了，浣碧姑娘自请到果郡王府去照顾，所以不在宫中。皇上，若此时强行把她唤回，只怕会惊动了王爷和各位宗亲，此事尚未定论，不宜外扬啊！不宜外扬吗？臣弟已经知道了。皇兄恕罪，臣弟进宫向太后请安，结果各宫各院寂静一片，唯皇嫂这里热热闹闹，就想过来一看究竟。谁知在外头听见这些。臣弟身为宗亲，愿为熹贵妃与皇子、公主作保。熹贵妃入宫以来，凡事亲力亲为，无不勤谨，所以臣弟愿意相信熹贵妃的为人。甚备了眼高于顶，一向不爱与后宫妃嫔来往，怎么今日倒能说出熹贵妃这么多好处来？亲力亲为，倒像是王爷亲眼所见似的。倒也不用本王亲眼看着熹贵妃亲力亲为，只瞧熹贵妃身量纤纤，便可知她辛苦。倒是齐贵人珠圆玉润，可知是享清福的人。你闭嘴！有甚备了作保是好，只是六阿哥是皇上的血脉，皇上更对他寄予厚望，事关千秋万代，实在不能不仔细啊。那你说，怎么样才叫仔细？只怕要滴血验亲。臣妾以前倒是听太医说过，所谓滴血验亲，便是将二人的血刺在同一器皿之内，看是否融为一体。若融为一体，即为亲；否则，便是没有血缘之亲。这个法子倒不难，只是要刺伤龙体取血，臣妾实在是不敢呢。这法子断不可行，皇上龙体怎可损伤？皇兄可曾想过，若鸿雁与皇兄滴血验亲，即便证明是皇兄亲生，将来鸿雁长大知道，也会有伤皇兄父子情分。若皇兄真对鸿雁寄予厚望，世人也会对其加以诟病啊。正是因为皇上对六阿哥寄予厚望，才不能不验。否则真有什么差池，皇上岂非所托非人，把万里江山都拱手他人了？臣妾本以为与皇上情缘深重，谁知却会到如此地步。早知要被皇上疑心至此，情愿当初在凌云峰孤苦一生罢了。嬛嬛，只要一试，朕便可还你和孩子一个清白。皇上要是，定是朕已先臣妾了。既然皇上疑心臣妾与温太医有私，那鸿雁只要与温太医滴血验亲即可。这样既不损皇上龙体，也可还臣妾与鸿雁情望。苏卫生，去把六阿哥抱来。你去准备滴血验亲的东西。是。六阿哥鸿雁给皇上请安。
死一滴血。皇上，您这一动手，即便认定鸿雁是皇上亲生，来日里也会被世人诟病。她是被皇上疑心过血统的孩子，将来如何让鸿雁立起？你先坐。苏培盛，这。文师出。皇上，这水有问题，任何人的血滴进去都能相溶。皇上，你来看，皇上，这水有问题，皇上，这水有问题，是有人做过手脚的。娘娘是清白的，皇上。皇上，这不可能的，奴才没有生育的能力。温太医与锦汐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？朕知道。皇上，此水有酸涩的味道，是加了白矾的缘故。皇上，医书古籍上有注，若以白矾置入水中，虽非亲生父子，也可以相容；若以清油置于水中，虽为亲生父子，也不可以相容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此人居心之毒，可以相见。
亲自准备的水。臣妾准备的水绝没有问题。朕记得你颇通医术，臣妾若用此招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的，岂非太过冒险？臣妾没那么愚蠢。皇上，俗话说得好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这招虽险，胜算却大。一旦得逞，所有人都会认定六阿哥是温太医的儿子，还有谁会再验呢？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皇上明鉴，臣妾贵为皇后，何必还要出此下策，陷害熹贵妃？是啊，您已经是皇后，还有什么不满足呢？皇上明鉴啊！皇上，若非臣妾及时发现，即便认定鸿雁是皇上亲生，也会因冤被杀。臣妾一向敬您为皇后，处处礼敬有加，不知是哪里得罪了皇后，竟要遭此灭顶之灾。皇上，奴才去换了一碗干净的水，这碗水绝对没有问题。再验。这。皇上，请看。皇上验过，医性尽可消了吧？嬛嬛，朕错怪你了，朕不再有疑心。臣妾此身从此分明了。坐吧。祺贵人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皇上，即便六阿哥是皇上亲生，可熹贵妃也问事出有司，三人皆是见证，难道皇上也不闻不问吗？奴婢不敢撒谎，奴婢不敢撒谎。即便皇上不信奴婢说的话，也不能不信静白师傅的呀。他在甘露寺可是亲眼看见温太医常去看望熹贵妃的呀。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静白师傅这句话，足以让天下出家人为你羞愧而死。姐姐，你这么晚还不回宫，我可急死了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臣妾才要回宫休息，谁知在路上碰见二小姐带着丫头和公公，说要去找熹贵妃。臣妾见她带的公公是小允子，小允子说她也在甘露寺有故人相识。臣妾就想，这静白师傅一人话不可信，多个人也好，所以就把自己宫中的腰牌给了小允子，让她去找人。谁知这二小姐和小允子脚步倒挺快，赶着就回来了。皇上已经废了我姐姐一次，还想再废第二次吗？甘露寺的姑子不止静白一个，皇上
也该听听别人的。一别数年，娘娘手上的冻疮，冬日发作还厉害吗？已经好多了，只是到了冬日里，不免还是会痛痒。怎么？你也知道熹贵妃手上冻疮的事吗？贵妃在甘露寺要砍柴、洗衣，做种种粗活，寒冬腊月，手还浸在河水之中，怎能不生冻疮？她若不做，静白便动辄打骂。贵妃时常病痛，还在下雪之际被静白诬陷偷了燕窝，赶去了凌云峰，几次差点活不下来。皇上，如若不是温太医常去探望，熹贵妃可能现在都不在这里了。还是出家人，竟如此狠毒。没死在静白手里，她也倒还不算狠毒。凌云峰那种地方偏僻难行，常有狸猫出没伤人。熹贵妃若真与温太医有私，大可一走了之，何必守在那里吃苦？嬛嬛，委屈你了。姐姐受了这样大的委屈，皇上定要重重的惩罚这个姑子。嫔妮并无苛待娘娘，请皇上明鉴。你说，该如何处置？臣妾看这姑子心眼也忒坏了，又爱搬弄口舌是非，皇上定要拔下她的舌头，替姐姐出口恶气。总以为安嫔温柔敦厚，没想到你也有着辣手无情的时候。祺贵人，救我呀！祺贵人，祺贵人，救救我呀！祺贵人，祺贵人，皇上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静白师傅还说自己已经2年未踏入后宫，见着我脱口便称贵人，供海灯时又知我这位分不高，可见对后宫之事了如指掌啊。倒难为了祺贵人，一个个把你们给搜了起来。小主，小主，对不起，小主，小主，奴婢对不起小主，可是奴婢不敢不来宫里呀，否则祺贵人就会让臣死打死奴婢的小主。皇上，我家小主虽然与温太医相识的早，可他们确实没有半点私情，跟皇上，请您明鉴。皇上，祺贵人指使彬儿、绯闻与静白污蔑臣妾，此事昭然若揭。只是不知还有谁背后指使祺贵人，否则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，也想不了这么周全。熹贵妃这话不错，若由得此人在宫中兴风作浪，只怕这后宫以后的日子还是不得安宁，还望皇上早下决断。祺贵人，你若肯供出幕后指使，本宫或许可以饶过你。你这条命要不要，全在你。
朕倒真希望你姐姐没有你这么个妹妹。朕要知道那水。皇上，奴婢不是有心的。娘娘去沸水时，奴婢接了一把，奴婢忘了自己刚才在后院淘成过白发，不小心手指沾到了水。奴婢是无心之失啊，皇上。为事做事如此不当心，打发他去慎刑司。皇后娘娘救我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！你先起来。景仁宫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温大人也还没有回来。彩月，你快出去打听打听，看是怎么回事啊！是。娘娘，不好了，景仁宫乱成一团，熹贵妃受了好大的委屈。安嫔娘娘让奴婢来给您报个信儿。你说什么？熹贵妃受了好大的委屈？受了什么委屈？还不是祺贵人闹起来，说六阿哥是贵妃和温太医生的。小主，小主。准备好叫你立刻去景仁宫。小主断不能去，如果真按宝雀所说的那样，您去了肯定会惊动胎气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个？我自己当心就成了吗？皇上要听了那些小人的话，信了皇儿和石处有奸情，我才真的要动了胎气了。快去，快去！是，快！熹贵人，官儿家事，危言耸听，扰乱宫内，打入冷宫。汤常在、甄嫔、捕风捉影，以讹传讹，罚俸6个月。其余的交给熹贵妃处置。锦汐，在，你带边儿、莫言回去。是。绯闻，净白，杖毙。熹贵妃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熹贵妃饶命！自本宫回宫以来，关于本宫和双生子的流言已经太多。从前不加责备，是觉得流言无稽，谁知一再宽纵，反而酿成今日大祸。